把那瓶82年的拉菲给我拿过来。好的。这是名副其实的家宴呢，啊，陆飞带了她的男朋友，徐然带了他的女朋友。这位姑娘挺喜庆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汤七七，是7749的七七。好听的名字啊，而且人如其名。哎，这个姑娘没有充分调整你们规律规整的生活吧？他不知道你喝酒的事情啊。哎，你在那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我们的桌上可没什么秘密啊。轩儿，我记得这还是你第一次到家里来吧？也不是第一次。上次冯路飞带我来过，你不在。啊，是吗？那你搬回来住吧。我听说你还住在你下属的公寓里边，这个恐怕不太体面吧？没什么不体面的，住哪都一样。况且我一个人住惯了。哎，你就不要拒绝了，还是搬回来吧。有时候感受一下家庭的气氛，也是很不错的。啊，路飞在外边不是也有公寓吗？但是他一个星期也总得回来住2天。冯总，你今天把我们4个都叫来，不会仅仅是拉拉家常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忘了重要的事情。今天让你们来，我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要修改遗嘱。冯先生，这么私密的家事，我这个外人不方便在这里听吧？我先回避一下。哎，不，既然路飞让你来，那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们家里也很少邀请外人来做客，既然受到邀请，那一定是有充足的理由。是这样的，之前遗嘱中财产的分配是路飞50%，徐然50%，现在改为把路飞增加到70%，剩下的30%给徐然。徐然，你没什么想法吧？你的财产怎么分配，那是你的事情。我本来就没打算要继承你的1分钱。为什么要修改遗嘱？你来说说为什么？我想是因为你觉得对自己的女儿有亏欠。你看看，他比你更懂我的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个消息一点都不高兴的原因吗？我来说个故事，在晋朝时期呢，有一个叫石崇的人，他有一个弟弟，在他父亲过世之后呢，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弟弟，他1分钱都没拿到。不过10年之后，他却成为了那个地方最富有的人。我想说的是，路飞一直觉得他就是石崇，可是冯先生，你却觉得徐然才是石崇，所以他不开心。爸，你看到了，他比你更懂我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。我们走吧。行，我把你当作石崇，你觉得高兴吗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你知道我不会继承你的家产，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我示好。可是你把冯路飞伤害了，情感不是用金钱来维系的。不过，
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好意。我们走吧。冯老，某人在楼下已经孜孜不倦地唱了一个上午了。这到底是求领养、求同情还是求原谅啊？领养、同情、原谅，他一个都没份。搞不好能赚点钱是真的。我原来认为只有银行家才是最铁石心肠的混蛋，现在看看公关界也差不了多少。我们做公关的第一点就是铁石心肠，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忽悠人的事。那我现在以我名片上的身份，要求你处理一下眼前这个公关危机。冯总，您太会开玩笑了，这个顶多算是扰民，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现在大家都看着，他在楼下祈求一个女人的爱情，面对一个这样又帅又年轻又会耍宝的可爱青年，这个女人完全不动心。这只会让路人对我们公司的女员工产生两种猜测：第一，公司女员工只爱有钱人；第二，公司女员工私生活不检点，勾搭人家小伙子，又无缘无故的抛弃了别人。我从来都相信，作为女人，经济上不独立，就谈不上精神上的独立。我平时挣的也不少，所以我根本不稀罕有钱人。像这种隔窗谈情表达爱意，在我这根本就没用。对于我这个年龄，这种做法就是浮云。当然了，刚才您说对公司形象有影响，这点我认，所以现在就出去把他打倒。我现在明白，为什么徐然那么依赖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里到外都是一个职业狂人。这也是一种悲哀吧。我得马上就把他打发走，不然我就当不了职业狂人了。照我，保护我，带我攀越最高的峰巅。也许天堂就在触摸的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你走吧。你在这里会影响我们工作的。我在你们公司门口唱歌，你们该干嘛就干嘛，应该不算妨碍吧？谢谢。好。
有这对不起的，我要叫保安。喂，哎，你这个人，带走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请你离开这里。兄弟，我这么做，完全是想要挽回一个女人的真心跟原谅。你可以理解吧？哎，喂。爱我，从我没有看到等一下。我想跟你说个事，但要换个地方说。有什么话在这边说就好了。这么多人，换个安静的地方。好啊。哎，我们到底去哪？好地方，去了就知道。谢谢，谢谢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兄弟！加油。喂。哦。喂，我们去哪？怎么样？是被我感动了吧？这就是我的态度。以后只要我不上班，我就来。你来这干嘛呀？来看你啊！听说你那帅哥每天来这里弹吉他给你听，你真是和我分了手之后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。哎，你嘴巴怎么就这么恶毒呢？就算我智商再低，背了那么多剧本，总会一点点吧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正事？亲爱的，你真的永远那么聪明，我真是舍不得你。从你刚刚离开我那一刻开始，就说明你并不和我一样聪明。看到你这么舍不得，我就放心了。
你要是听到我能跟你说的这件事，你就不会那么放心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有朋友告诉我，有一个剧组跟你们拍同样的戏，也是洗发水广告植入，大概什么时候能拍完？最快要明年3月。那你就惨了。他们好像日夜赶工，2班人马轮流转。熊家姐出事了，据她的说法，好像是合纵联盟对她有所怀疑，要把她调回去。她还希望咱们帮她想办法。跟我当初预料的差不多。昨天马凯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们公司的股票增发成功，要让合纵联盟上钩，靠的就是这个。所以现在绝对不能让熊家姐离开。那我先去稳住她，让她别自乱阵脚了。哎，你跟叶柔怎么样了？别提了。她只是外表冷酷，其实人不错。我知道，我都抱着吉他在你们公司门口唱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真的没办法。这种招你都想得出来？我也是看电视学的。那有没有用啊？被浇了一头水，也好，是冷水。电话我应该如何跟他解释这个问题？有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要不就错中错，要不就负负得正。喂，请进。你别想歪了，我今天把他带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正事。一部和你们相同的电视剧正在拍摄。你可真是个讲故事的高手。我爸3点钟打电话给我，说你讲的故事是他近几年来听到最有意思的故事。我在意的是江德宝的故事，你还没有给我的江德宝打分数呢。这个就是我的分数。若飞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们能手握着手吃饭。可是我要说一件很煞风景的事。说来听听。我们都知道，得到一些什么，总得付出些。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最先付出。我之前是你的客户，你现在变成我的女朋友。当然，对我来说，这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。可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想。他们一定会觉得，因为我是你的女朋友，所以你才会把青阳交给我。我最怕他们这么想了。我最不想看见像这样的流言蜚语。不管是对你、对我，或者对公司，都不公平。所以我希望你跟青阳的关系能够离远一点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建议啦。不过，如果你有更好的解决方法，我们可以讨论。我觉得你说的没错，但是你知道，我的公司基本是靠青阳在维持。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我是希望你跟青阳的关系能够保持一个距离，而不是划清界限。还有，我觉得青阳拍电视剧这个事情，你可以全部给徐然做啊。他对青阳很了解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很好。这倒是个办法，对于徐然来说也是个好机会。好，我跟他谈谈。
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也有事情要跟你说。那你先说吧。我跟江东谈恋爱了，所以我希望青阳电视剧的制作由你全权负责。你谈恋爱我很高兴，可是对于江东这个人，我要保留自己的看法。你有时候对我真的很残忍。你不但对一个曾经爱过你的女人说你谈恋爱了，我很高兴，还婉转地批评了她的眼光。对不起，那我祝福你们。你刚刚说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？没有的。我要跟你说件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冯路飞把青阳电视剧这个项目全权交给我来处理了。为什么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冯路飞不是跟江东在谈恋爱吗？他为了避嫌，所以不能参加这个项目。等于说呢，现在在广告公司，我跟他负责不同的客户。听起来像是一件好事儿，权责分明。的确只是听起来还不错，其实我现在遇到了个大麻烦。有人告诉我，有一部创意和青阳一模一样的电视剧正在秘密的拍摄。我猜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人就是江东。这两件事同时发生，这也太巧合了吧？更棘手的是，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他们想做什么，我完全都不知道。哎，或许可以通过网络的力量来搜集情报。怎么搜集？我可以在我的微博上告诉大家，我被人偷了一个剧本，而这个剧本现在已经被秘密的拍摄，希望广大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线索，告知现在的拍摄情况，帮助我尽快找到这个人。这主意不错。我终于不是只会做饭的了。还好不是只会做饭。喂，我跟你约在万达广场的电影院门口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今天不见我，我就搬着大音箱去你家楼下唱歌。啊，就这样了，不说了，拜拜。怎么样？后悔了？你小子说什么呢？教导员，我不知道是你，所以我莫名其妙。我现在在万达广场，这儿有紧急任务。啊！你赶紧过来协助维持现场秩序。万达广场。哦，我在附近，我马上过去。啊。什么嘛！各位顾客，紧急通知！因突发情况，请各位顾客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，尽快从1号门或2号门离开，谢谢。这位小姐，来不及了，请从这边撤离好吗？先别打电话了，请从这边。你们别过来啊！过来我就3台车呀！不许过来！哎，这不多少歌都是睡现场摄影通知才行吗？搞什么呀？其他都是先问一下。哎，同志，你不能进去。兄弟，自己人。好。哎，我是仙林派出所民警韦笑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哦，刚才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手持自制武器的疑犯，我们现在需要疏散群众。好。哎。
检验劫持了一名女性人质，现在登上了顶楼。哎，让下我们。往后靠，往后靠，往后靠。等一下，搞什么啊？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不好意思。楼上怎么了？楼上怎么了？哎，救命啊！不许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兄弟，上面有命令，谁也不许进去。上面是我女朋友。兄弟，就算真的是女朋友，你要保持冷静啊。指挥车就在那里，你去跟领导反映一下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报告，疑犯已经将店内的门锁上，我们是否采取强行突破？原地待命，冒让行动会激怒缉持者，威胁人质的安全。报告警长，狙击手正在对面的大厦寻找位置。目前疑犯的情绪比较激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记住，人质安全是第一位的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登上楼顶呢？有谁现在就可以上去？我可以。你？报告，我是县林派出所民警韦孝，奉命前来支援。我可以爬上顶楼救人质。小伙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警，你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我们是不可能让你上去的。我一直有练习攀岩、奥体、莲花公馆这些地方我都上去过，以我的技术上这个顶楼不是问题。小伙子，现在不是你出风头的时候。行，你别添乱了。下面的警察听好了，我给你们30分钟，不，15分钟，你们赶快把我的老婆给送过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一枪就打死她！听见没有？上面是我女朋友，我不需要出风头。嫌犯一定想不到我会突然从他后面出现，这是目前解救人质最快的方法。我求你们相信我，没时间了。好，就让他试试吧。可是，多1分钟，人质就多1份危险。我们必须和时间赛跑。小伙子，这是疑犯的资料和楼顶的工程图，你看一看。好。局长，刚才我们在嫌犯家发现了一些手枪零件，嫌犯持有的可能是自制手枪。真的？马上动作微笑。好。局长，我是县林所的教导员，我们所里有个叫微笑的小伙子来找您，他没给您添麻烦吧？那个小伙子，他上去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不过就是个片警，他上去干嘛呀？是啊，你冷静点。你不会是他女朋友吧？朋友。小易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这儿太危险了，快跟我走！快走啊！你没事就好。那个小伙子啊，以为上面是你，发了疯似的，一定要上去。微笑，哎，小易，你干嘛呢？上去把他叫下来。你这不是给他添乱吗？来。长官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跟你汇报一下。什么？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先确认嫌犯枪支的真假。你说什么？我曾经读过国外有这样的案例，我怀疑他想借用我们的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杀。理由呢？第一，表面上看起来他在跟我们要价，
但事实上，谁都知道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根本不可能把他妻子找来，这不合逻辑。也许他目前的情绪比较紧张呢，有这个可能。第二，你不觉得他是故意把自己暴露在最空旷的地方？就算匪徒再没有常识，也不至于摆出一副希望别人朝他开枪的样子。还有其他的理由吗？还有，作为一个警察的直觉。直觉。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你们还没把他给带过来，我现在就一枪打死。等一下，你是谁？你从什么地方上来的？我叫微笑，我是一名骗子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是来帮你。说什么呢？胡说什么？我们心平气和的说。别动，当心我一枪打死啊！我可是来真格的。我知道，但我得先提醒你，别站在那个位置，这么空旷，狙击手随时可以解决你。两边的门也都有特警在等着，只要一个信号，他们就冲进来，你哪里都逃不了。再过10分钟，直升机就到了。你带着这个女人，你以为你走得了？他疯了吧？他怎么还提醒嫌疑犯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本来就想死，我现在可以先一枪打了他，然后再杀了你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，但我对你提出的交易，绝对让你更加有面子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用我换你手上的人质。别动！你当我是傻瓜呀？反正你已经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肯定上新闻的。万一你老婆看见了，你挟持一名警察，总比你挟持一名毫无反抗之力的女孩子更像男人。别动！反正我没有任何武器。还是你没有胆子蛮大的？我没胆子，老子手上有枪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你现在把手放在头上，你慢慢走过来，别乱动啊，否则我一枪打死他。微笑，你给我下来！你这傻瓜，你下来！你们怎么也不阻止他呢？微笑，叶，易容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你慢慢过来，跟我走，你过来。下面的人看好了，小叶，你刚才派来的警察在我的手里，现在赶快把我老婆弄过来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杀了她。小叶，叶柔，你不要在这儿胡闹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，但是今天小薇上去，绝对不只是为了你。我不管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希望你学会尊重他。作为一个人民警察，站在第一线的荣誉。现在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相信他。你冷静一点，你老婆已经在路上。我冷静，我没法冷静。我刚跟她通过电话。你说了什么？说你们高中开始交往，然后结婚，一起来到这个城市。你还说了什么？说过去10年里你非常努力，想出人头地，给她幸福。但我知道，不管你怎么做，她都不会。你是不是觉得她永远看不起你的一切？感情？你知道什么叫感情？知道。
这枪是假的。胡说什么？你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想借用警察的手来自杀，挽回你太太对你的关注？你乱猜什么？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开枪吗？啊！100万有。你闭嘴！我就是想死，你干嘛要救我呀？我不只是要救人质，我还要救你。对人民警察来说，每一条生命都是无价的。相信我，只有你勇敢的活下去，才是对你妻子最大的幸福。你这个笨蛋！我就说过你要陪我一辈子的。200条丝线。真的假的？喂，徐然，我找到证据了。休息区这边请。我必须要离开了。合作联盟已经开始怀疑我跟你的关系。你把我那份钱给我，我们以后最好不要再见面了。他们开始怀疑你了。他们现在只信任江东。李智慧已经下了，很有可能江东会扶持上亚太区总裁的位置。我看连我的位置也快被他顶替了，他到时一定会疯狂反扑的。等到合纵联盟上了钩，我再把钱给你。但是我现在再不走，我康永远走不了了。你以为现在走了，合纵联盟就会放过你吗？更何况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再耐心的等上几天吧。我可以跟你保证，给到你的钱，足够你花几辈子。考虑一下吧。现在您的车修好了，这边请。
是李总啊。徐然，有空吗？我想单独约你谈谈。没问题，什么地方？就在我们平常那个会所，我已经在了，你随时来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我要出去一趟，待会儿不方便接电话。如果公司有事找我，全部转到语音信箱。我大概1个小时回来。李总，哎，徐然，坐。咱们又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自从我离开了 V 公司以后，咱们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。对。啊，对了，约你过来是想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我马上要离开亚太区了。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了，恭喜您高升。谢谢。不过，我收到一个消息，接替我的人可能会是江东。江东？对，这个消息比较保密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单独约你出来的原因。我明白的，您放心吧。今天我们说话的内容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我就欣赏你，足够聪明。徐然，在我看来，江东对你的成见可是很深的，而且这次江东的任命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本来有很多优先考虑的人选，都莫名其妙的出了事儿，结果机会就这么阴差阳错的落到了江东的身上。我觉得背后有我看不见的力量在左右这件事情。或许这就叫运气吧。这绝对不是运气。徐然，在 V 公司的时候，你就是我的得力助手，我也希望你很成功，所以我要告诫一下你，商场如战场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。好，谢谢李总，我会小心的。来，为了我的高升，来一杯。Cheers。这里是。你自己看吧。卡迪娜也拍电视剧了，怎么跟青阳创意一模一样？很明显，是江东在坑我们。同一个创意，同时为2个品牌投拍电视剧，到时候他可以说是我们在剽窃别人的创意，拒绝为我们买单。你怎么知道是江东做的？在 V 公司可以花这么大一笔钱来投拍电视剧，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的人，只有江东。你去问过他？不用问他。当初江东这么轻易的把青阳的案子给我们，我就知道他没有怀好意。他能够有恃无恐的来整我们，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拿他没有办法。冯路飞，现在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，只有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？因为你从来就只对事，不对人。这个跟青阳撞车的电视剧，你打算怎么解释？我也是第一次看，我也想知道是谁拍的。你不知道？我当然不知道，我是 V 公司的亚太区总裁，我怎么可能让青阳还有卡迪娜都拍电视剧呢？这不是自相残杀吗？你别装了，这件事情就是你干的，除了你，谁还有这个权利？你早就想好了对付徐然，不然之前也不会让我跟他们掰开了。你说这个话真的很伤人，知道吗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反正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清楚。如果是别的女人这样跟我说话，我早就把她轰出门了。谁叫今天是你呢？简单给我进来。江总，把那些做卡迪娜的人全部给我叫进来。好的。
邓总，江总让10分钟后在他办公室集合开会。黄总你好，江总让10分钟后在办公室开会。好，再见。袁总，江总让10分钟后在办公室开会。好的，再见。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这个电视剧计划是李总亲自立的项目。李志辉。是啊，没他发话，我们也不敢动啊。现在做到哪里啊？已经拍了一半了，播出平台都已经联系好了，剪完就播。如果现在停拍的话，公司会损失多少？几千万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就算是李总批了，你们也应该告诉我啊。现在出事了，是我要扛责任，你们知道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江总。好，你们先出去。你也听见了，我无能为力。公司已经花了几千万，不可能停拍啊！我才刚上任，我有我的压力。我希望你能够了解。你以为把所有责任推给李志辉就可以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信。我要怎么做你才会相信呢？我发誓，这件事情跟我江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我说谎，我出门给车撞死。快起来！还有，我承诺你，不管青阳拍的怎么样，什么时候拍完，我都会买单。这是我在这个职位可以做的。我其实可以什么都不管，可是我不希望你为难，知道吗？江总，总部电话。我知道了，出去吧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相信我。我不信。他应该不会随便发誓吧？江东发的誓就跟放屁一样。可是他还对我们做出承诺了呢。这是对3岁小孩做的承诺。你打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说。喂，徐然要跟你说几句话。江东，我不会接受你的承诺，即使你的承诺是真的，我也不接受你的施舍。我们现在就比比谁拍得快吧，只要你们先拍完，我就不让你买单。你这是在难为自己。我先难为自己，才能让江东为难。女演员从那个电梯上下来，走到这儿，然后你呢推着那个车过来，正好俩人在这儿。导演，哎，徐总，徐总好，我给大家买了甜品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哎呀，谢谢徐总，你们继续。好的。那我们下一会儿啊。江总今天是来探班，还是来打探进度啊？作为一个甲方，来关心一下，也是应该的嘛。冯路飞不在，你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。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！我承诺过冯路飞，不管你拍的怎么样，我都会买单的。你给我这个承诺，是因为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接受。我怎么可能给你机会让你做大善人呢？俗话说的真是好啊，最了解你的人，永远不是你的朋友，而是你的敌人。更何况我还曾经是你的朋友啊。
你曾经是我的朋友吗？好，停！好，换下一场，那个换衣服，来，摄影师回放一下。江总，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你觉得你还需要多少时间完成？2个星期吧。1个星期，1个星期之内完成。1个星期可能不行。我告诉你如何把2个星期压成1个星期，4个字：日以继夜。懂了吗？停！怎么回事？你们俩怎么回事？你们俩，啊？一点情绪。3个小时就拍0.2个。你们俩刚才2人抱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俩眼睛都不能看在一起啊！不好意思，导演。那个动作一点力度都没有。来，再来一遍。都几点了？准备搞到什么时候啊？你退后稳一点，你啊！导演，按照这个进度，这个星期能拍完吗？这个星期？开玩笑，至少也得1个月。是这样，现在我们的情况有点变化，这个星期必须要拍完。你要找我拍，就得按我的进度来。要想1个星期内完成，那你们找别的导演吧。导演，你要理解我。那你也得理解我啊！你要找我，就别想快；要想快，你们就找其他导演吧。来，再来试一遍。徐总，这是备选导演的名单，您看一下。这2个是我们主推的，因为他们在1个月之内都拍完过1部戏。我再考虑一下。我们必须比江东快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尝尝藏宁的手艺，它就是本活菜谱，1年365天，每天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菜。以后他换1次菜，我就来1次。我算了一下，我会做192道菜，不可能每天都不重样。再说，你1年要来192天了，我会不习惯的。如果哪天我身无分文了，或许我天天都会来的。哎，我们拍的那个视频，你去拿给江东看了吗？他看了，江东跟我打了个赌，看谁的电视剧先拍完。如果我先拍完，他就买单；如果他先拍完，我就只能认栽了。认栽什么意思啊？认栽的意思就是，在电视剧的片头打上1行字幕：“此片仅供自娱自乐。”可是，你有问过导演吗？他到底能快过那组吗？导演说了，想要快过江东，只能另请高明。哇，演艺圈的人太奇怪了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还在考虑。那你们那部戏一共投了多少钱啊？4000万。如果快不过江东的话，这4000万就没了。对，1个点都不剩。那还犹豫什么？你不赶紧换个导演？哎，我觉得，只有不努力的，没有办不到的。好像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说的。雪，我相信你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会办到的。为什么？谢谢你的鼓励，可是我现在更加需要的是清醒的判断。哎，好了，你自己拿主意吧，我再给你盛点儿。行了，我去盛。那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对付江东了吗？没有，除非把他们剧组砸了。我原本还以为把这段视频拿给他，拆穿他的计谋，他就可以把他给停下来。可是谁想到他还变本加厉了，所以我们拍的这个视频对他来说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对吗？
琪琪，你和赵宁一样单纯。你们都愿意去相信一个美丽的谎言。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吗？你相信像江东这样一个人会怀有愧疚之心吗？什么是生活？生活就好像是一场越来越糟糕的灾难。我们唯一可以做的，是让它不要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让这场灾难停下来。我把视频给江东看了，就算是把这件事情挑明了，我现在要等的，就是江东变本加厉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人在变本加厉的时候，容易出错。徐总，他怎么还在拍啊？我们新定的导演已经到了。什么新导演？我们新定的导演啊。你让他回去吧。回去？我想把他留下来。以他这样的时间，一定会拖慢我们进度的。我喜欢他拍的东西。我看你再考虑一下吧。我再考虑下去，你换哪里的导演都没用。让新来的导演回去吧。为什么要留下那个导演啊？你看看他们那个剧组，建组比我们晚，剧本没出齐就已经开机了，还想比我们先拍完，最后出来的一定是一部大烂片。这样的垃圾谁会看？江东把观众都当傻子，他一定会输的。我留下这个导演，是因为他有责任心，他懂得坚持，我相信他。可是你也知道的，再好的片子也会有人批评，再烂的剧也会有粉丝。说不定这次江东他又撞了大好运，就赢了呢。那这就是天意了。我这次除了要赢江东，我还要对观众负责，我更要对青阳这个品牌负责。嗯，那还是老规矩，让他来决定。我已经做了决定了，谁也改变不了，包括他。各位来宾、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今天是婀娜多姿关机仪式，欢迎大家的光临。下面有请江总为我们讲话。我们创造了奇迹，从来没有一个品牌敢大胆的把自己拍成一部电视剧，可是我们办到了。当然，这也多亏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在这个夜晚能够来到现场的每一位都应该感到荣幸，感到骄傲，因为你们正在见证一个奇迹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为卡迪娜拍摄的电视剧《婀娜多姿》顺利完成。谢谢大家，请大家举杯 ，Cheers。到这儿，这儿注意上面有月光啊，然后我们找一下那个10号，那10号就一直往那里面。一个陌生号码给我发了个彩信，婀娜多姿关机仪式。我也收到了，是江东自己发的。他们已经拍完了，我们怎么办？继续拍。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？怎么了？不想见到我吗？还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恰恰相反，我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要跟你分享。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我开心的事情你应该也会开心，对吗？
我告诉你，卡迪娜植入的婀娜多姿电视剧已经顺利完成了。它是我上任以来第一个业绩，我已经上报总部，请求嘉奖了。怎么啦？我刚刚说的是你不开心啊？你觉得呢？我可以了解，毕竟青阳的项目之前是你做的，多少有感情嘛。这就是我想问你的。卡蒂娜的电视剧提前完成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这个电视剧？老实说，卡蒂娜提前完成，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以为徐然的项目启动的早，完成的也会比较早。不过事实已经这样了，我还是会照着我跟徐然的约定办的。你不打算为我们电视剧买单了，对吗？我之前说过，徐然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对手，所以我跟徐然都不会违背我们的约定的。如果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们公司做砸的第一部电视剧，也是最后一部。你干什么？我突然很想抱抱你，你相信吗？我刚刚听到你说那些话，我的心里特别的难受。我江东居然间接让我的女朋友受委屈了，这是我绝对都不容许的。我和徐然会讨论的。我喜欢你的能干、聪明跟强势，但是我不要你辛苦。